提到空气净化器，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滤芯，不仅是需要经常更换，而且还贵得离谱。不换呢还不行，毕竟在大家认知里面，空净是属于消耗型的产品。但你应该要知道，市面上已经猛猛出现了一款零耗材的空气净化器，不换滤芯，不产生耗材，很多人一听就炸了，这能行？滤芯不换靠啥净化？但也有人说这是真技术进步，空气净化器的新时代到来了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实测4款热门的空气净化器，其中3款是传统的滤芯型，分别是352Z120、小米 Ultra 增强版以及霍尼韦尔 H Max， 还有一台是无耗材代表 IAM M9 Pro。我们想看看它们在真实场景下的表现到底差在哪里，是不是差的那么明显？这一台 IAM 无耗材空气净化器 M9 Pro， 它采用的是可水洗滤芯结构，脏了直接拆下来冲一冲，晾干继续用，不用花1分钱去买滤芯，耗材成本等于0元。而且它不是靠减配省下来的，反而是4款里面甲醛 CADR 值最高的那一个。官方数据显示高达1083.6立方米小时。对比一下，小米 Ultra 增强版是400，霍尼韦尔 H Max 是700，IAM 是他们的2.7倍以及1.5倍。352呢虽然是突破了800，但和 IAM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除了除甲醛 ，IAM M9 Pro 还搭载了300组的静电极片，瞬息释放高压静电，杀菌率达到了 99.99%， 对病毒细菌也有明显的净化作用。按照普通传统空气净化器1年换1套滤芯计算，市面上均价都是500到1500块1年每套，还有甲醛释放周期一般是3到15年。这样子来看的话 ，IAM 这一台算10年的价格可以省下5000到15000的耗材费，而且滤芯性能不衰减，不用操心定期更换。再来看到有耗材组 352Z120， 滤芯结构高级，过滤能力强，但是价格也贵，每年呢1599元，10年下来也要1.6万元了。小米 Ultra 增强版499元，听着便宜，但寿命呢不到1年，正常家庭1年2换，10年呢也要花了将近1万块。霍尼韦尔 H Max 采用的是3合1模块滤芯，滤芯年均约1079元，10年大概1.1万元左右。空气净化器主要是针对甲醛、TVOC、PM2.5、细菌、病毒和各种异味的。像甲醛这类污染物释放时间特别长，对孩子的伤害呢也大。PM2.5 体积小，容易进肺，长期吸多了问题也不少。细菌、病毒就更可怕了。屋顶不通风的话，生病也是常有的事。我们这一次实测就想来看一看几台机器在高污染环境下谁能扛得住。为了模拟最极端的污染环境，我们往每一台机器的密闭帐篷里喷入37%浓度的甲醛溶液，这个堪比化学实验室级别的毒性。滤芯要是撑不住，很快就会饱和失效，净化效率呢也会急剧下滑。甲醛测试完之后，再给每台加2颗烟雾弹，来模拟超高强度 PM2.5 颗粒物污染，浓度呢也就只是日常吸烟、炒菜场景的上万倍吧。所有净化器都会在密闭帐篷里面连续接受3轮的挑战。第1轮，我们分别测试它们在高浓度甲醛以及严重颗粒物污染环境下的表现。甲醛测试，我们将帐篷内的浓度统一控制在 1.3 mg 每立方，这个呢已经是中毒标准的2倍多了，属于是高危水平。接着，所有净化器调至最大风量，实测它们多久可以把空气拉回安全线。352Z120 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，实测15分钟左右就把甲醛降到成人安全线，测试结束差点就降到了甲醛新国标标准，说明3D 矩阵全解舱吸附力强，确实是有点实力的，但它高度去依赖滤芯，用久了会容易堵塞，后期维护要上点心。M9 Pro 呢，在本轮测试里面表现格外亮眼，开机大概1分钟左右，帐篷内的甲醛浓度就开始明显的下降，9分钟左右降到安全线。测试结束，最终甲醛浓度定在了 0.074 mg 每立方。我觉得再给它多一些时间，还能进化的更彻底。不过比赛就是比赛嘛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M9 Pro 是此次测试里面唯一有甲醛分解率的机型，并且达到 99.6%。面对甲醛这类难处理的气态污染物时，在净化速度、稳定性上都是有明显优势的。实测表现就可以看出差距。M9 Pro 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，核心是在于它搭载的4层除醛系统，双重铝蜂窝全解滤层加上双层长效催化全解滤层，能够主动把甲醛分解为水和二氧化碳。相较于传统的依赖滤芯吸附的净化方式，它不会出现吸附饱和后反向去释放污染的问题，哪怕是滤层被污染物堵塞，清洗干净后性能依旧如初。那小米 Ultra 增强版以及霍尼韦尔 H Max 半小时结束，甲醛还是中度超标，净化速度偏慢，在高浓度污染场景下是有些吃力的。OK， 那甲醛测完之后，直接去进入颗粒物的环节。我们直接引燃烟雾弹，可以看到空气检测仪的数值全是爆表状态。所有机器呢开启最大风量，看看谁的净化速度最快。M9 Pro 这一轮表现依旧是稳定的，开机1分钟左右，帐篷内的可见度就明显改善了。
8分钟左右 PM2.5 数值就降到了安全水平。之所以它能够这么厉害，是因为它的集成消杀电场装载了300组的静电极片，瞬间释放高压静电，吸附空气里面的粉尘颗粒物，并且它的颗粒物 CADR 值高达1331立方米小时，净化持久稳定，也不用担心堆积堵塞，同样是可以水洗复活的。霍尼韦尔 HMax 就有点出乎意料了，9分钟左右才达标，比 IAM 慢一点，说明它采用的 HEPA 滤网加上 Heavy 碳层的结构，面对高浓度颗粒物时，净化速度也不错。352Z120 整体中规中矩，将近12分钟才降到安全值，说明颗粒物并非它的强项，可能是因为滤芯重心不在除颗粒物上，颗粒吸附力比较一般。而小米 Ultra 增强版这一轮几乎没有改善 ，PM2.5 依然爆表，帐篷内能见度很低，甲醛和颗粒物2项都没达标，已经没有实测下去的必要了。所以这一轮呢，我选择把小米淘汰，不进行接下去的实验测试。第一轮结束后，我们甲醛加烟雾弹一起上阵，看看3台机器在半饱和状态下还能扛多久。测试结果很明显，3款净化器净化效率都有所下降，滤芯都接近饱和。虽然 M9 Pro 没有第一轮的净化速度那么快速，但依旧领先。颗粒物这一边4分钟开始下降，最终停留在60 μg 每立方左右。10分钟左右，甲醛降到了 0.181 ng 每立方，说明滤芯还是可以再战的。霍尼韦尔虽然是帐篷内可见度还可以，但颗粒物和甲醛还是处在致死量。352这边表现就很尴尬了，不仅甲醛超标，帐篷内还乌烟瘴气的，所以本轮352和霍尼韦尔淘汰。实测结束后，我们统一拆开了所有机器的滤芯，包括上一轮被淘汰的小米，可以很明显看到这几款滤芯污染都很严重，两边几乎被烟雾残留覆盖，异味也很重，说明滤芯已经很饱和了，净化效果肯定大打折扣。但 M9 Pro 这边就不一样了，虽然是同样形象全无，但它的滤芯可以拆下来直接用清水清洗和通风晾干，晾干后恢复如新，而且完全没有残留异味。0号材的优势这不就体现出来了吗？清洁维护方便，性能保持稳定。那么5号材真的没有耗材吗？再来问题，我们将 M9 Pro 使用上一轮清洗后的原滤芯，经过清洗重新组装后，净化表现依然是稳定的，数据跟第一轮差不多，颗粒物下降快，甲醛处理稳定，整机状态非常的能打。为了接下去的常规测试，我也不得不给另外3台重新购买新的滤芯。反观 M9 Pro 这一边，滤芯拆下来用水洗一下就好了，也算是给我省钱了。那极限挑战结束了，这一轮我们将机器清理干净，更换滤芯，回到更贴近日常的使用场景。看一下这几台机器在正常密闭空间下的表现。我们还是用了蜜月帐篷，往里面喷了点白醋来模拟室内的异味。所有机器开最大风量，从头到尾实时记录气味的变化。这一轮测试里面 M9 Pro 净化效果很快，开机1分钟异味就有明显的改善，只用了2分钟，异味数值就回落到原先数值。这个也是得益于它搭载的长效催化全解滤层，不仅可以持续吸附异味分子，还能通过负离子主动净味技术加速异味分解，做到真正的快速净味无残留。352和霍尼韦尔表现还算可以，净味速度稍慢一些，5分钟左右有明显的下降，差不多8分钟左右才把异味降到原数值。小米的处理速度就比较拖后腿了，异味数值下降缓慢，9分钟左右才降回到原先数值，净味能力比较一般。为了测试杀菌效果，我们先让4台机器在帐篷内运行5分钟，接着放入细菌培养皿，密封状态下再常温放2天，最后观察菌落生长情况。我们顺便测了一下噪音，毕竟晚上睡觉被吵醒那是真的太糟糕了。M9 Pro 和小米开最大风量时，声音控制得不错，噪音比较轻微，不会特别扰人。由于测试场地噪音较高， M9 Pro、小米以及霍尼韦尔切换到睡眠模式后，噪音都实测在47分贝左右，无法测得官方标称的数据。在真实家居环境下，45分贝属于是安静范围，睡觉时也不会觉得吵。OK， 那我们回到杀菌环节。M9 Pro 的培养皿几乎看不到霉菌，352略有一点，而小米和霍尼韦尔则分别长出了大块的黑色以及黄色霉菌。造成这类差异的关键就在于杀菌方式不同。M9 Pro 依靠的是高压静电主动消杀，实现细菌、病毒的快速碳化灭活，所以菌落是最少的。经过那么多轮测试下来，也不需要更换什么组件，还是可以达到那么好的成绩。其他3台呢，主要是依靠滤网的拦截，又或者是 UV 灯，杀菌效果也不错，但是呢，得定期更换滤材，成本上不太友好。经过几轮测试后，各台机器的综合表现也基本一目了然。IAM M9 Pro 在净化颗粒物、甲醛、异味、细菌这几项上都很拔尖，关键是滤芯可以水洗复用，长期下来不仅省事，成本也更划算。另外 IAM 还拿到了7项权威认证，基本把你担心的几个方面都涵盖了。总的来说 ，IAM 5号材空气净化器 M9 Pro 用起来确实省心，双指破千，
净化效率高，滤芯可水洗，脏了冲一冲晾一晾就可以继续用了，零耗材，环保又高效。相较之下，其他几款使用过程中需要定期更换，长期下来也会有一定的耗材支出。外观设计方面，整机是简洁白色，正面网罩有黑白两种配色可以更换，百搭不挑环境，放在客厅或者是卧室都可以完美的融入。还有铜锁保护以及静音脚轮，使用细节也考虑的比较到位。支持 App 远程控制，不管是调节风量、定时开关机，还是实时查看空气质量，都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搞定。小米呢则更偏向智能家居生态风，外观是极简圆角矩形，适合已经入手米家产品的用户。如果是空气环境比较复杂，倒是不太推荐。霍尼韦尔滤网配置偏重颗粒物质理，甲醛处理较弱，352整体金属质感强，多重复合滤芯在甲醛和颗粒物控制上表现均匀，但滤芯饱和后得及时更换，后续维修成本较高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这里是讨论家电实验室，我们下期见。